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你身边有个暗恋你很久的人哈，谁深深的暗恋你哈？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暗恋的人找出来哈。那这是今天的三张牌，这三张牌都有关于眼睛、窥视、心眼，好，如何感受哈？所以你感受一下这三张牌所谓的眼。哦，在哪里是怎么窥视的？怎么看的？怎么观察的？哈，你看哪一个最投射你的想象？然后，当你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好，那我想你们都选好了，选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我们先从第一章哈，好，来。那我们一样哈，我们从大的方向来看哈，大的方向来看，来，这张牌哦，这组牌能看到的应该是你跟他之间的，我不知道他会能看到说你跟他之间的能量关系跟前因后果啊，不知道他翻开来之后，翻开来之后，我看他直觉的方向从哪里去哈，我看一下。好，来哈，这张有跳了哈，但我就觉得好像太刻意，但是这张，对，我们先从这张看一下，其实你们这边说哈，他现在对我来说进入后半，再往前一点的时间点，心态上、心智上已经趋向于两种心境。第一就是他不太怕你知道他喜欢你了，然后第二是可能因为到了自己的成长，也到了一个不错的程度，他似乎心里有一个新的念头，是想要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的状态哈。那你们相处的时间真的蛮长的，已经很友好一段时间了。感情的变化已经不太一样了哈，所以他是你身边人，感情的变化已经不太一样了。只是你们中间还是有一个关系上的门哈，就是说这整个流程里面，你可能有交往过别人，他可能也交往过别人，或他现在也在交往过别人什么的。可是那一份喜欢从很早期就有出现了哈，只是放在心底很深这样。然后我说他现在不怕你知道，说他其实也是喜欢你的，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已经不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太多了，就算知道了，也不会立刻创造出一个在一起的关系或什么。他明白这样。那他这个讯息有很多的角度是，即便你知道了，但他也知道你不会愿意，他也知道，这份关系可能你不会觉得应该要转换成恋人，就朋友关系下去，所以他也觉得你知道跟不知道都无妨，反正关系都还是很好，会有到这个程度了。但是，这不是全面的，这只是某一个角度哈。我们要从后面等一下再翻才会知道说，他到底是能够走到什么方向，好吗？哈，因为这只是第一张牌哈，它只是一个帮你们或帮他把整个爱情的语言，后用牌面上的方式诉说给你听。而这一个不一定是要让你知道的，而是牌面上能让你知道的讯息，我解读出来就这些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好，竟然忘了，等等哈。那一个差不多可以告白的讯息也有出来哦，而且从这张牌，他非常有自信，告诉你或不告诉你都不会破坏关系，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相处已经在，就算只是以朋友关系来说，已经有得到非常多的收获跟情谊了。在人生里面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了。这张牌有透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哦，未来如果他也没有人，你也没有人，你们甚至会有一种比较约定好的，或是一种可以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方式来在一起哈，他就会
把恋人这个关系抱在一起，可是其实它比较像是说生活在一起的概念，可是这个走的比较远哈。也就是说，从你们两个的能量的结合啊，跟合适度再往下再走下去的话，其实它也有可能会走到那一个，反正没有人要我们，那我们不如就在一起，反正我们两个这么合适，会有这个状况哦哈。它会因循着你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看待这个世界的概念，然后对于生存生命的概念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哈。他可能40到45岁，45到50岁那一个阶段，说想法会完全不一样哈。他也许浪漫，也许想要浪漫，可是更多的是选生活的概念，一起走下去的概念这样子。好，那你会说，那这样子是不是没有爱情？其实不是啦，它只是因为爱情的形容的方式是另外一种本质啦。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到人生发生蛮多的事情，然后经过10年、15年，然后这样子20年，你心里的一个内化，跟你周边的人很多人的逝去，感受到生命或是爱情或是感情，是可以有很多重的定义的哈。好，你们的关系是可以想得很远的了哈，所以也难怪可以想到这么远哈。因为可以想，就是说，如果以现在摊开来，他告诉你说，他其实喜欢你很久了，然后也不会破坏现在的关系，也没有改变现在的关系哦。当然也可以进到恋人，可是我觉得有很大的几率，你们的关系的友好，呃，会觉得那不如我们两个就靠得近一点就好，可是不用特别定义成恋人，你懂吗？这个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哈。但是这一条路比较局限于已经认识大概10几20年的人了。那如果已经只是认识5、6年的话，如果他现在告诉你你喜欢他，我觉得你们需要前面有一个适应期哈，从朋友变成恋人前面有一个适应期有。但是我一直觉得你们这一组哈。看得比较远，好，会觉得可以以后再在一起啊，可能会有这种概念，不会立即在一起。我觉得立即在一起好像不是你们的选项，但是会意识到其实可以在一起看看，可是不是立即在一起，它这个有一个节奏性哦。那表示说从这边看得出来你们的关系的等级呀、或是深层深度比只是谈恋爱多很多了哈。好，没关系，我们再看一下这组。关系情感很深厚，然后先从一些特质哦，你们两个哈要走，我必须说，你这个暗恋你的人哈，我就像讲，他就算跟你讲他喜欢你，你们两个要走到朋友面前，告诉朋友说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了，对你们两个有难处。所以，即便你们两个心心相印、心照不宣、彼此喜欢，但你们好像也不会公开，也会就两个人有自己的更多的相处哈。但是还是会有非常大的时间感觉，都还是像很好的朋友这样。我觉得会比如果接受彼此的话，会比好朋友再更多了。然后慢慢的会进入到生活，会变成是两个人是选生活，不一定是选爱情，因为你们两个的友好的程度啊，关系有的很多，现在再到未来，其实。那个舒适感早就超越了刚谈恋爱、刚在一起的那一种甜蜜感了。当然，也可能会经历像刚恋爱的甜蜜期、蜜月期，也有可能转换的时候有。可是更多的舒适感是你们已经是长久的朋友，还有不同面向的朋友，或是更深入的朋友，甚至因为这个关系，他告诉你了，你们试着在一起之后。还有更深入的谈心，有以前没谈过的东西，就这一次就开始聊，才发现彼此是真正的适合，只是一直在身边，没有特别注意到哦。这里是这样哈，它是有一个隐晦的感觉啦，就是说不会那么明确的张扬的就对了。那不过在某一个路径上有说哈，也许他跟你讲说他喜欢你，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你可能会非常理智，或是重新理智的判断说，也许这件事情可行，好吧，那我们就在一起好了。有这条路径有哦，在我们关系里会有这条路径呢，而且是处于一半的机会哈。那另外一半的机会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好，那你会觉得说，哦，我知道这件事，然后你们两个也许会走得比较近，不会远离了，但是会在这份关系上跟感觉上会觉得，那慢慢的再走近。更好的关系就好了，也有这条路哦，所以它是有2条路，可是都不快，都是有需要深思熟虑。它不是一个爆点，它不是一个
爆炸的火花，就突然你会觉得说很惊讶，说啊，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怎么不？你会不会有那个雀跃的感觉？因为你们的关系各方面，我觉得在这里牌来说是非常稳的。但是这里，因为命运之轮跟世界牌这里有一个关系有一个还有这个塔牌。还有这里，它都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暗示，是说，如果这个暗恋你的人，他突然告白了，你们会直接在告白的那一刻进入全新的思考的领域，感觉会变，想法会变，关系不一定会变，可是看待彼此的很多东西都会变，而且是正向的往上升。但是因为你们在能量上来说有点太熟悉彼此了，或是所以对于要让感觉直接转换成恋人，你们会有一点点不知所措。他不是怕哦，他不是害怕，他是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重新去调整，或是选择对待对方的方式。然后，与其要变这么困难，变这么烦恼，结果最后就变成说没关系，我们还是照原本的就好了。然后我们彼此知道说，我们在试着交往，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会有这样子哈。那从这张牌这里再到这张牌说，当告白之后，你们知道这个答案之后，要慢慢的变成很熟成的恋人关系，还要慢慢的走，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快。即便刚刚说有别的路径，说你会非常理智的决定说，好吧，我们从这一刻就在一起。虽然是这样子，可是那也只是那一个篇章的边界开始了。它这个就跟他跟你告白差不多的边界啊，它就是一个转换的开始，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去，这样适应起来蛮久的。我只能说适应起来蛮久的哈。那这个说法都是他告白之后，可是你知道吗？这里并没有说他一定会告白哦，他一定会告诉你，没有一定。如果以整个牌面上的能量来看，我们用命运之人最浅的能量概念来说，几率只有一半一半。他虽然走到了，他现在虽然走到了能够让你知道的阶段，可是这里没有，我觉得想要一定要说的讯息，只有可说可不说的讯息，所以各占一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一定会讲出来，所以他说不定现在还在你附近盘旋呢。那从这里某一个角度来说，这里如果你能仔细的感觉的话，你知道是谁，你绝对知道是谁。因为并没有隐藏得很好，只是你们的关系因为非常多的事情，非常多的接触，已经把这份喜欢转化成另外一种东西了。但是有一个时候很尖锐、很明显，就是你们刚开始认识的头1年、头2年有还蛮明显的哦。可是现在后来就比较不明显喽，都被藏起来了哈。你要去思考是谁，还是想得出来的啦。好，那这里就先到这里。来，我们来把一些暗恋你的人的一些讯息偷偷说哈，这就挖讯息了。那所以这组牌就没有所谓的认不认识了啦，因为他就早就已经认识了。来，现在的状况，把现在的状况翻出来。好，果然哈。没有离我想的很差太多哈。来，先这些。目前看起来他不会说，他把对你的喜欢保留在心底很深量，他没有要说。然后他其实一直有在跟你保持蛮好的距离，蛮安全的距离。所以在他的角度上来说，他认为你绝对不会知道是他的。所以我们可能要对刚前面那一组的翻盘，就是说，我说你仔细想，你会感觉到他看来他收得很好。
他没有让你知道，但是他一直有保有一个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你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会帮助你哦。可是他真的把关系确立在你跟他是朋友，而且他还把你们的关系设定在出去玩他才会出现的朋友哦，所以他很明确知道他要跟你保有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够常常遇见你哦。再来，他其实不算你的知心好友，你跟他没有谈太多内心的事情，你内心的事情是在跟别人讲，所以他没有。但是他在必要的大家要出去玩的时候，他几乎都会出现。哦，他几乎都会出现，他不会漏掉比较合理的状态能够去看到你。他每一次能够看到你，他都觉得很开心。但是他有越做越隐秘，越做越被你忽视，他故意的，他故意的哈，因为整个能量都趋向于渐落之中，而且渐落到趋近于零，以他的整个概念上。那但是如果以你的说法来说，你还是会说哦，他是我朋友啊，会把他想成是比较内圈的朋友。哦，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常常遇见的有15个你讲得出来的名字或10个，他可能就在里面这样。嗯，还有他对于你跟他的关系看得蛮遥远的，判比较有远见哦。他心里并没有期待未来要跟你在一起，可是他知道跟你走的比较远，跟你一直有关系是比较重要的。哦，那先说你们两个其实可以在一起，可是为何你一直没有发现？因为你们内在心灵的距离一直有在，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没有谈心过，你内在的心理的困扰或什么，你不会跟他说，你也没想到要跟他说，他有刻意不当做这一个角色。所以有的时候，或是过往，当他发现你情绪比较低落，需要跟别人聊的时候，他会把这件事情推给别人，或是把别人推到你面前，而不要跟他说。第一，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跟你保持距离的方式；第二，这是他为了要隐藏的方法了。其实他在喜欢你的时候，我跟你说，他不是一开始就喜欢你，他是跟你做朋友或认识一阵子后，他才发现他对你的喜欢有这么多，甚至他认识你的半年之后，或者几次之后，他慢慢心里才发出一个芽，才发现说，原来我这么在意这个人，这个人身上有好多东西我都好喜欢哦，外在声音什么都很喜欢对你哦。可是他从那一刻他就知道说要把这个墙筑起来了，而且他还不会刻意去询问大家要去哪里，他也要去。他都是用一种被动的状态，是他去了，或是他已经答应要去了，然后再听大家说话，或者他依稀知道说你也会去，所以心里就有点窃喜，很开心。但他不会先问说你有没有去，然后他才要去，他不会这样问。但他也不会去特别去追逐你要去哪里，然后他会想要也要一起去，他不会这样特意追逐，因为他在他心里的安全感，他觉得那样子就有点太明显了哦。然后他这一件事情其实有越做越熟练哦，所以他越来越在你的环境里，在你的朋友的选择上面来说，他已经排到第2顺位或什么，会让你常常不小心忽略他。可是他喜欢你蛮久的，嗯，他的隐身术做的蛮好的，然后我只能这么说。来，我看一下别的，无论是时间上、事件上，他都安排的很好，他没有会让你发现的，他一直都站在跟你最好的人的在旁边后面一点这样。呃，现在你跟他的关系的友好，已经是长时间下来他已经建构好的一个最好的状态了。他没有，他其实现在我觉得他没有特别要去突破这份关系哦。所以就像我刚第一组牌来说，可以告白，但他没有要告白这件事。我觉得现在他没有这一个情绪，没有这一个心思。以现在来说，半年后不一定哈。我以现在来说，我们那个等一下我们再看就知道了。放这里好了，我不要再摇，我知道我放什么就好了哈。他内在有曾经想要跟你告白过，但他有被自己阻挠过，所以他有告诉自己说不行。哦，他要告诉自己，所以他自己有在挣扎过，他有挣扎过哦。
他不是没有挣扎过，他有挣扎过，要不要跟你讲哈？那他现在已经把整个关系控制在跟你的各方面关系已经结合的非常好了，他也没有要往前再照进或什么哈，所以这题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哈。我来问一下好了，来问一下这个告白的可能跟这个趋势，是有这一个在往告白的方向往前走的趋势吗？我来问恶魔好了哈。回避中没有，第一个是说回避中没有哈，第二个也是回避，两张牌中这么多恶魔牌里面，也不过就两三张牌在讲回避，就出了两张，他有在，他有盖住了哈，这边这两张，他有在回避这件事，回避去想要不要跟你告白，所以这边还有透露一点，就是每当他想要跟你告白的时候，他就会刻意的去跟自己说不行不行，所以他回避哈。所以你再把这个想要跟你告白的能量压低，代表他有哦，代表他有，只是没有。但再问一个，有没有可能是有大转变的状况哈？哦，他他对自己还没有那么肯定啦。他对自己还没有那么肯定，到底有多想要告白这件事。有的时候有那个冲动，但是他对自己还没有那么确定，为了什么一定要告白，这个东西还在前。所以，好吧，他就一直都在你附近。好，来我看一下其他的。哦，你们之间差的就是那一个他啦哈，差那个冲动啦。不过这个冲动在某方面来说，我还是问一下好，最近觉得恶魔牌比较容易给答案。问一下啦，冲动，如果他就冲动告诉你的话，在恶魔的角度看来，觉得如何？恶魔牌的角度说，现在先维持你们两个是真诚的朋友关系就可以了。现在哈，所以不要冲动，还是觉得不要冲动比较好，好吧？那就表示那个关系还没有成熟到那里。好，来，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哦。以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是比较淡淡的相处关系啦，哈，一直都是淡淡的相处关系。无论是现在、过去，是任何情况，你们两个灵魂相聚的时候，都是一个比较生活淡淡的。其这张牌来说，就是非常适合做朋友的关系了，哈，好吧？呃，这个是好消息，我先说这里，你们其实虽然是朋友，关系还不错，可是你们的同步率偏低哈。我觉得能量上各方面都还不算合哈，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内在的东西都还没有聊过，所以还不知道彼此合在哪里。为何会这么说？因为这边说，其实如果他肯冲动再往前哈，往前的话，其实在能量上的角度，在这张牌的角度，在火星的角度，火星能量的角度是祝福的。但是火星能量本身又代表着某些比较冲动的想法了哈，呃，所以他还是觉得该怎么说？塔罗的角度，火星的角度哈，好，不知道星座的角度，因为星座在火星的话各半了哈，要不要冲动，要冲动或不冲动，我觉得各半，所以他没有一定要很冲动。可是在这里来说，以火星的角度，他觉得是祝福的，所以我会觉得他在说，如果他愿意去试看看，结果应该没有他想的糟。可是哦，恶魔牌说现在先不要，恶魔牌好几个都说现在先不要哦，所以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好吧，现在可能不太能等到他告白的机会，所以他还是要处在暗恋的状态，还要好好一阵子了哈。好吧，那其他的位置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翻的哈。来，还是可以一直挖了哈，我只是看我有没有好奇。好吧，我来看一下半年到一年有没有什么可能的变化哈。如果在这个已经定局的状况下，
大概到5到6个月左右，你们的关系会有新的进展。朋友的关系会有新的进展，不一定。他说你们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进展。好，来再看一下。哦，可能在最近会越来，你们应该会有比较紧密一起出游的状况，然后，但是不是你们两个单独的，好，只是那一个出游状况，你们两个会变得比较好，所以大概3个月到半年中间这一段，好，接下来之后3个月再到半年这一段，你们的关系应该会变得更紧密，会变得更要好，但是这里并没有暗示。他会去促成他要跟你告白，或是你们两个会在一起这个没有，他只说你们两个的关系会再更近一阶，所以这个还要再慢慢往下看了。好，这里应该就已经有差不多的定局了哈。来，还是看一下别的哈。好吧，先看一下这个。好，之前你们的关系可能，就这样淡淡的哈，淡淡的，然后并没有一直特别。没关系，我先看完。反正就是说，之前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进展了。在我们看这张牌之前，你们的关系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在进展，他也没有要让关系变得更多、更有。但是这边却说，可是未来确实是有一个空间，你们的关系会有所改变，跟之前比起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应该不会只维持在这个朋友关系，但是以这2个时间点来说，可能还要拉长一下子吼。好，但是以现在来说，以现在来说，就这样说好了。现在的关系，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可能是一直平平的，突然现在在慢慢的向下，趋势是向下。可是差不多到了一个时间的时候，它就会再慢慢往上爬了。后市是看涨的，可是节奏是比较慢的，它不是一个向下之后它就这样子上去，它没有这样，它是这样子慢慢的变越来越少。其实到现在来说，你们的关系其实有越来越淡哦，跟前面讲的一样哦，有越来越淡，因为它有越来越隐藏的很好哈。然后这样子，它已经看到很低了，现在也是在很低，可是它慢慢会再爬起来。慢慢再爬起来，是这里说的，在未来一点比较感觉到未来一点的方向，它就会慢慢爬起来，所以也符合这2张牌来讲的啦。大概3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关系就会在变得更好，会再更进阶。那可能就是现在是比较低的方向，现在在慢慢的往上去了哈。所以目前的趋势是这样，但是要爬多久不知道。那我再问一个就好了，如果在这一个关系在上升的话，那他告白的几率的可能也会随之而来吗？或是距离告白的，或是你们两个确定关系的这一个时刻，是不是也真的靠近了？好，这边说，没那么快，还是有一些能量在阻碍。不是说有些能量在阻碍啦，我只能说这个牌说没那么快就对了。总结就是没那么快，所以你们这份关系还是要慢慢的，至少他还在旁边保护你啊，暗恋你各方面的，以好朋友的姿态讲。那我目前这样看来，我不认为你会知道他是谁，因为从这里种种的能量这么密密麻麻的讯息，编织出一个讯息是，它隐藏的非常好。你最容易发现它的时间已经过了，早期，它隐藏的非常好。那而且它在某些很敏感的时刻，它会回避。就是你可能之前有恋爱、有失恋、有难过的时候，他都不会立即挺身而出，他会推别人去安慰你、去照顾你，他不会自己出现。就像我刚刚讲，他做2个防备：第一，怕你发现；第二，他怕他自己说漏嘴。好，那
觉得不要去责怪他，因为我觉得在他的角度应该比我们看得更清晰。现在先维持这个关系会是最好的，对他来说会是最好的。也许不是对你最好的，也许是对他最好的，因为有可能他现在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啦。有的时候是这个角度，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可而知了哈。还是可以，我翻一下，问一下说，就问一些比较看看定义上的，然后他不告白的一个核心价值，笼统的答案，它不是明确，它是笼统的答案。他为何不告白？这边说还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我只能说把这张牌转换是，他还在努力。我觉得他在某个角度，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还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之后，他再来想这件事。他是这么觉得的。以这边最接近的形容，我只能这么形容到这里。好，那我想这组牌对这个暗恋人的剖析就这样了哈。好，我觉得就这样。来，给你2张牌，动物灵卡，给你现生活的，这样子。简单说哈，这边说你最近做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很不错的幸运的力量在帮助你哈，所以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发挥你最近想做的事情，大胆的去发挥哈。有一些东西需要断舍离，或是有一些事情需要做个了结的，赶快做后，不要再拖了，因为后面有好的能量跟好的新的局面正在等着你的篇章后，不要再上一章或拘泥在那里了，赶快脱离，赶快结束，很重要哈。这边有做这个提醒，好吧？那1号牌就这些哈。其实今天定这个题目，本来我们就我本来就不期待这些人会浮出来告白啦，我只是帮你们看，是让你知道说你身边有这么喜欢你的人哈。那你说也许啦，通常看这个题目都会很期待这个人就赶快浮出来，一定的，一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发现了我都帮你发现了。那我们能做什么？第一，你还是要忠于做自己，不要觉得说有一个眼睛每天一直这样盯着你，然后你就做了很多包装或是美化自己，不用，你还是要忠于在这张牌之前的自己，就做那个自己就好了。第二，我都会觉得，通常这个讯息有可能有用，就是尽量去释放出，你不想再单身了，你不想再一个人了，你需要有人照顾这些的讯息出现，把你的渴望跟愿景想要什么透露出来，也许会打动他，也许会打动他。这个意识传出去的时候，也许会打动他。但我本质上我还是比较支持顺其自然啦，不要做太多多余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做作了顺其自然就好了。这一组知道就好了，知道他在就好了。因为很多东西，如果你内在的能量不够，自然飘散、轻松自在，它也会产生你跟他能量之间的一种紧张感，跟难以靠近的磁场不好，连接的不好的一种感觉，这很难形容。但是，如果你的本质上不够天然，不够自在，他也不会那么轻易的靠近了，他也难以轻易的靠近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跟你保持这么远，但他会觉得这样子远比较舒适，懂吗？他其实是比较潜意识的状态。好，那这组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我觉得不用再挖更深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里就这样。好，那就我们还一样啦，乐观的期待哈。记得时间点3到6个月的中间，你们的关系会变比较好，所以那个时候尽量跟朋友一起出去，对身边的人再更好一点。就这样，好，那谢谢你来听哈，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和第2号牌的朋友。来，好，今天的题目是我们来寻找那个暗恋的人哈，看他现在跟你的关系跟他的距离哈，熟视度如何哈。来，这是第2号牌的朋友哈。
好，我们一样还是先用大的牌来翻哈，来看一下它捕捉到的哪一个区块是比较重要的。我先翻出来看到它第一份直觉是往哪边走哈，等等哈，啊，没看到，等一下，这里，这个吧，没关系，已经抽了。哦，其实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哈，看来是认识的。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不错的情愫有起来，有起来，但是好像当时不适合，好像你有对象，或是有别的人追求你。我觉得他这个时间往前推，已经有好一阵子了，有蛮长一阵子之前这样。那初期认识的头几个月吧，感情应该还蛮不错的，认识交朋友，这个各方面感情都不错。他对你的喜欢是爱情的喜欢，可是很快就缩回去了哈。整个风能量是往下坠的，一下就缩回去了哈，所以没有好，这个就不用太深入，因为我觉得这张牌给的讯息已经够多了哈。然后可能吧，从那一次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所以他一直处在一种还是很喜欢你，然后跟你讲话比较难表现自己哈，所以你在某方面来说是他的罩门啦，呃他很难在你面前展现他最原本的自己哈。那说有进步了吗？我在这边还是觉得即便10年过去了，我的不是说你们已经认识10年了啦，我的意思说这关系即便到了后面认识10年了10几年，我觉得他还是跟你讲话还是一直定在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里哈，所以他有极高的可能他会一直处在暗恋你的状况里哈。那通常我们抓这一个题目，我们都会在往深的地方去，往未来性一点去抓，看看有没有告白的机会。通常有的时候就去看告白的机会，不然抓出来没什么意思啊。我们要抓出那个几率有多少哦。但是目前来说，它是比较被框起来，比较被框起来的。但是我没有完全放弃，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因为它一直在你附近哈，它没有离你很远哈，它没有真的离你很远，没有从来没有在你的世界里面变成是到另外一个群体这样，但它也我目前看起来，他本来跟你还蛮内圈的朋友，就是有一阵子还大家都一起出去，可是他后来慢慢退到比较边边一点哈。他有把自己控制在不会每次都出去，然后就比较边边一点，但是呃，你不会觉得他很远，你不会觉得他很远，他还不会，你没有觉得1年里面他已经非常久不见了，没有，你不会到这种感觉哈，还是会看到他，但是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长了。来，没关系，我们往下翻。有时候给你一些线索，让你看讲一下是谁哈，看你有没有非常在意啦。尤其现在如果以单身的角度来看，他应该会非常希望他有一些新的举动哈。看一下这里，他没有，目前没有一个全新的举动哈。然后他心底确实是有等待，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但是他的等待是不照进的，没有觉得一定要做出什么特别的努力让这个关系再往前推。他没有照进到这个程度，但他心里确实是有一种，我觉得他是一种惯性等待啦，等待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机会啊。然后，可是我不觉得他有为了让你对他有特别的感情而去多做些什么。他现在他能，因为我刚刚说了，他在你附近，他很难展现真正的自己嘛。所以他跟你一起都绑手绑脚的，基于这个点哈，如果他每次遇到你都还是绑手绑脚，其实他的确不适合现在你的，因为要在一起，我觉得还是要非常自在，各方面都要自在，你一定要能够很自然的展现你自己，那个在一起才自然嘛。所以他现在不管你有没有期待他不要告白哈，我觉得他的状态都不是很完善哈，还不是很完整，至少对你来说，好，我们再看看，但是还是至少知道他有在等待，有在等待一个新的路径了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哦，
我先说一个比较后面的牌面说，他确实是有会想要跟你告白，或是让你喜欢他的一个内心，确实是还有那个动力，还有不然他不会一直都在你附近，没有真的离得很远。呃，他有刻意靠近，他有刻意从他朋友或是你们这群朋友、你认识的人之间，他有刻意觉得，他如果知道你要去哪里，他如果能去，他也会出现在附近，或是出现大家一起去，他会这样。可是他真的都没有他太温和了啦，他没有一个很激进的、很直接的，也不能说他不冲动，他的个性在你面前，他就是没有办法有那种突破性的表达。有非常多的机会，其实有非常多的机会，他轻易的跟你表达就可以了。可是就像我刚前面讲的，我觉得他没有能力准备好，至少现在看起来然后他整个情绪、整个情感都被你锁住了他到现在，我觉得目前这里看起来，你看这里倒吊人在了一个非常自我拘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跟你说，死神牌在这里，在说什么？未来他如果自我实践、自我提升到某一个端点的时候，他有一个大改变哦。我的意思说，他没有要等待那个大改变哦，我就说他会有那一个大改变之后，呼应了月亮牌，他的那一个可能性喜欢你，对你表达，或是他在你面前整个人会有一个全新的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内在应该会有全新的自信心，或是对自己的看法有点不同。他现在还在处于比较自己认为自己很平凡的一个感觉里。那他要进入那一个新的事件，有一个全新的改变的前面没有特别的暗示说他为什么要会变。可是，在更遥远、更宇宙的我们还无法到达的那一个更宏观的、客观的角度，在看他这一件事情来说，已经有看到他的某种转变了。但是那个转变也没有特别连接到他会因为这个转变而突破了自己的个性去跟你告白，或是更加的主动，没有到这里。但是只是整个牌来说，突然那一个转变成为了某种亮点，推翻了前面的这些定义，就是现在的定义。那在这一个大改变旁边，却还出现了愚人牌，它是向上的能量，它是一个虚无的、神秘、无法预测的能量，在遥望去对应到现在的月亮牌。所以其实头尾定义了一个无限可能，跟可能有某种我们无法抓到的未知会在他身上发生，然后可能在比较未来一点的位置，他会以一个不能说他是全新的人，但至少会是一个你意料不到的样子出现在你面前。他只这样讲，但没有说结果是你会因此而喜欢他，不是这样子。他只是有一个状况会有这个改变，所以就变成说这一题要期待他的那个改变到了什么样子的地步。不过我还是要公平一点讲，他并不是因为你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改变了而才去喜欢你。他的改变是为了他自己的改变。也许他那时候眼界更高了，自信更好了，不知道。但是如果在今天这组牌，我们问的这一件事情，他特别提出了他的改变，那多多少少跟你和他改变之后，对于你的动作决定一定是有影响的啦。所以，我们姑且就刻意的把它牵连掉，牵连到他这一个改变之后，他对自己有想法不同，他就会跟你告白，更加接近你，让你知道他喜欢他。以牌面的方向跟我们所追求的趋势方向，应该是这样发展。好，但不是全部，所以我才说要公平一点讲。好，而且他这个人
即便我们现在在讲，好像要到某个大端点才会改变，其实他每天都在偷偷的进步，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然后他其实有很多人喜欢，他不是没有人喜欢，只是单单的就暗恋你喜欢你，没有哦。他其实本身还不错，他身边其实有蛮多人都喜欢他，可是他就以整个角度来说，他的那个感受比较多放在你身上，好，但也不会因为你而不跟任何人交往。可是他久而久之，后面再到往后的时候，他会慢慢发现，他对你的喜欢一直都超越别人，然后他慢慢也可能会觉醒，说其实他跟别人交往，或是有人喜欢他，他其实没有那么有感觉。那我这个要慢慢，因为他现在两条路，他对你的表达都处在一个很淤泥、很烂泥巴的状态，无法前进。同样的，他这个状态在接受别人的爱情也是这样子，无法接受，懂吗？没有要接，所以才说他那一个很特别的转变，一定是他人生发生什么很大的事情才转变的啦。哈，我比如说，一定就是这样之后，他本身很多的潜力跟本质才会散发出来，才会打亮，打磨打亮出来。那就要看看那个后面的状况到哪里。好，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一个状况，它那个改变，不代表是现在还没转换哦。我们说过，第一组牌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长河，它不是指现在，它是指一个流程哈。所以，我们等一下翻下一组牌的时候，它改变了吗？它在你附近改变了，它也许会翻出来。可是我们现在先预定，它正在往那个改变的路径上，好吗？好，来，那我们来看第二组牌哈。因为通常像今天这个题目暗恋的话，就是已经认识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在第一张牌还在问说你们认识了嘛？好，我们就要问的是现在的处境如何，你跟他的关系各方面距离。我们虽然是交换，但是有的时候会翻出他现在有重大的转变跟重大的提升，有时候就是会很明亮哈，那个讯息会很明亮。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来这里，好。好，就先这些。你们关系现在目前不会有什么进展了哈，然后你们现在对彼此的想法跟这种也没有什么全新，没有什么新意，都还是旧的哈。然后最近你们离得比较远哈，然后有一点各自去别的地方发展，所以最近要接触的次数跟频率也比较低哈。可是你们之前已经有蛮不错的关系了，所以不需要再去往上提升哈。但现在确实是有比较远，所以近期感情会有点淡哈，一起出去的机会跟几率有点变小哈。然后因为主要是现在没对齐了，两个人往不同的方向去。我看一下，那先说你们两个应该彼此都有自己的新恋情，有可能会产生哈，但你们两个之间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很远哈。所以从这边偷偷看到了一件事情是，我们虽然今天找暗恋的人，可是却看到了你最近附近会有一些桃花你跟他都有哈，因为他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水能量，可是你们两个各二分为一，往不同的地方讲。你看骑士这里跟这里哈，我们先不管你们是谁是哪一条路，可是这两条路的性质完全不同，上面的风吹沙的能量很强就是土能量被风吹起来了，好像有一些变动了，正在改变他现在的生活，所以他那个爱情起来了。那这里也是，这里是一个孤单寂寞的一个自己觉得人生已经开始很无聊的一种感受，可是会有一些奇怪的风能量把你推到某一个境界里去领取一个幸福的感觉。所以你们两个在整个路径上，加上从这里开启发路径上，水能量变渐强。哈，然后你们往不同的方向走嘛，因为这边告诉我说你们现在往不同的方向走，不同的方向可能就有不同的可能。现在两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有自己不同的新的恋情哈，这边不小心发现这件事情，告诉你哈。那你说这个是正缘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这边只是说会有个新的恋情会进来了，然后你们两个都各自在自己的经验里去体验一下。
好，以时间跟事件来说，下面这一条路我不知道是谁哈。下面这一条路的这个情感路线会比较火热一点，会比较激进。上面比较像是一种认识，然后生活平平淡淡的先交往这样子，从朋友变成恋人这样哈。但没有特别说是谁哈，我也不知道谁是谁，我只说这两条路不太一样哈。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暗示，你可能比较像谁，好吗？你可能比较像，如果你最近觉得你的生活很无聊哈，然后你觉得自己生活也很满足，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觉得你可以自给自足，也不需要恋爱。你如果心里有觉得说，好，我自己一个人过就好了，不需要恋爱，那你可能就是偏下面的。但你接下来要遇到的爱情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小激烈，对方会有热烈的追求，对方一看到你就有很多的喜欢。那你说他是正缘吗？我不确定，但是你至少会觉得很快乐，因为我没有在找发展这条线，我们还是要讲这个暗恋你的人哈。那因为我为什么说不讲下面的这个线？因为我觉得它很短，能量没有蓄力，反而是你跟这个暗恋的人能量有一个蓄力，有一个比较延伸的状态哦。因为这里有往下走嘛，它只是有一点点现在没对齐，可是有看到后面有一个交界点，它只是没对齐。可是上下这两条路，你们最近如果有桃花什么，都很短暂，能量都很小，而且在我的画面里，它就是咻就没有了哦。它只是一小段的快乐而已哈，很舒服，至少可以填补一些寂寞的感觉哈啊。果然上面确实是慢的哈，下面也是感情也是少的哈，就不强了，这两组都不强，就好好的享受最近的一些桃花好了。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你们两个现在还真的还不是一个要遇见的时机都没有哈。那你们两个哈，我说的是暗恋的哦，你们那个恋情都不管，我现在讲这个暗恋你这个人哈。你们两个其实内在心灵的交流都还没有到达一个很好的位置哦，很深、很好、很打动彼此、很分享内在。你们表示你们其实我觉得你们没有真的很要好过，所以你其实会不知道你可以喜欢他，他也不知道跟你这么近距离相处的时候，你们感情可以进不到那么深。然后，因为我看到一件事情是，当你们两个在一起接近的频率、遇见的频率逐渐提高的时候，整个关系能量一直是加分的，往上去。再来这边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其实是彼此很重要的倾听者，所以你们一直没有很靠近过，哈，有点小可惜，这边发现你们的能量在内心灵魂深处是很集合的，哦。其实如果你们在更接近、更深，哇，你们的失误是在于两个人在做很淡的朋友哈。所以从上一组牌来说，其实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个蛮爆发的时候，两个人错过了。那我大概知道题目怎么说了哈。来，错过了，来这里翻。哦，有未来性，有未来性啊。因为我问未来，他说其实你们两个会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准备好之后，然后可能我觉得会有重新认识彼此，而且是两个人都有所进步、有所进展，生活有所进展，然后会重新认识彼此的时候，会有愚人牌的那个能量的发威哈，加上更精致的、更理智的一种判断，然后更理性的判断彼此已经跟以前不同了哈。未来性的发展这边有定义出一个可能性，蛮高的可能性哦，因为它毕竟它用初始能量来定义你们的新阶段，所以回到第一张牌哦，第一组牌，我说他应该会到某一个阶段自己发生大事，然后做一个大改变之后，然后他应该会重新解释自己跟前世你或是对你有所表达，看来从这里看出来是有的哈。那再加上塔牌在这里，他讲出了一个秘密说，其实你们是平行世界的两个强烈对比的角色。什么意思说？他可能有绝对的互补，可是其实我在上面就有看到一个很强的互补，就是我说你们两个是彼此的倾听者嘛。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互补，可是这里他却用了一种很强的，有点像近射的方式谈互补。它不是双胞胎，它是近射。你们很多东西都是完全的相反，可是这个相反就可以补足你们成为一个完全完整的人，因为相反嘛。某些角度看不到的会被看到也难怪这个路径进程走这边说走的很慢啦，要很慢。等一下获得好，慢慢就会获得了，慢慢就有了现在已经这边有在提示现在的你或他的关系虽然没有立刻连接，可是你们两个现在很努力为自己去成长，非常重要，因为你们现在在到两个人的改变的路径上，或是两个人再重新遇见，我觉得这比较算重新遇见。虽然没有真的离很远，可是你们会重新认识一个彼此新的自己的过程里，要不断的获得，不断的提升自己现在来说，不要忘记，他一定会，我只能说他一定会。我不知道，但我必须说他一定会那我必须还是要很残忍跟老实的说，这个时间没有很短，它不是什么6个月、1年这样，这个时间可能至少1年多、2年的一个成长路径有所以这个暗恋你的人，他未来会不会成为你的恋人，他还要到很后面才看得到，他不是最近要变成的因为只能说牌面上就这么说了没关系啦，我们今天找暗恋的人，题目就是这样。暗恋人就不是立刻要告白的人嘛，跟其他的牌跟其他的题目不太一样来，但你说他离你很远吗？目前比较远，但他不会一直这么远，他最近比较远而已。又是这张，最近怎么很难翻到这张？好，说现在的这个分离跟没有距离拉开分离没有到分离啦，就是现在你们没有要在一起，只是一个短暂的阻碍。这边说短暂的挫折跟短暂的阻碍而已它就是一个必经的流程然后这边也说这个只是一个过渡，这是一个过渡去往完成的路径上走。所以这2张牌其实补齐了刚刚说的啦。我刚刚说没有那么快，这边却又说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阻碍，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所以它确实是有一个路径要走，要慢慢走去。然后我们先把其他的翻来。果然现在你们彼此不适合看到彼此不适合探究彼此，不适合花时间在彼此身上。这里跟这里讲的一样这里说你们是平行世界2个完全近射的角色嘛，这里却说你们在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一直在走完全反方向的路径所以在说什么？除了互补之外，还有一件事是这一次的相遇你们这一次做朋友，这次的相遇，这些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在灵魂的角度，在行走的角度，其实你们应该算是不会遇见的啦。其实这边看起来算是不会遇见的。可是似乎能量也在觉得说，等到了某一种更好的自己呈现之后，你们在看彼此的时候，那一个遇见就不是以前的定义了。因为已经是新的了，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样子在出现，那就不是用以前的定义，不是这个定义，不是这个定义，不是这个定义了所以你要有所期待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我觉得看到的最远的一个，然后远的人里面还这么明确的因为通常我不会看到那么远的啦可是这个节奏跟速度就是很慢。来看一下恶魔怎么说你们2个人的未来性你们现在内在正在需要长时间的重新整理跟重新进化中好，你们这里跟恶魔说，你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脱离原本的旧的关系，成为新的关系。你看这边也说了一次，所以整个牌面的逻辑顺序都有出现了整个细节都有出现，它没有太过偏离，它都在走在同一个路径上。从前面就已经说了，虽然你们最近会有一些小情小爱出现，可是那都不会很长，真正长的是中间这个你跟这个暗恋的人那以现阶段来说，你们2个看彼此是很幻觉的，不太能看到彼此啦，因为你们现在本来就还没有要
认真的看到彼此这样。那他一直处在暗恋你的状况，然后让你们两个一直处在一个很微妙的距离，也没有任何行动哈。那是因为他自己内在还没有完全觉醒成下一个阶段，能够很豁达、很自然的去追求你，或是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的那一个自己，他自己也知道他还没有变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变成哈。所以他靠自己的现在的直觉跟感受。没有让你看到他在你面前也无法施展原始的个性，所以你主动也看不到他，所以就在这样层层的浓雾之中，你们现在是不适合看到彼此的，也没有那个机会哈。那再加上灵魂的暗示，就是说你们本来就不会看到彼此，原本就相反的。那可是呢，我从其他的牌都说没有，这就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流程，后面确实是一个大转换，现在就只是一个准备期，然后就是一个准备期。这里都说了，大概说了4次一样的事情了。来这里，不要画这张，看一下。年终，我不知道他这里年终讲的是跟这个人有没有关系了。我只能说年终的时候你会特别情感爆发，那时候可能会特别想要谈恋爱。我不知道有没有跟这个人有关系，不知道，但他有这个暗示。那再往后面，秋天吧。秋天你会把自己闭锁起来，锁起来哈，比较不会再想恋爱的事情了。所以你今年可能会有这个起伏，但是我觉得这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在半年、1年内跟你不会有很强的能量或是感情的上升了。我觉得没有，他要再到来1年之后，因为从第一组牌我就看到他的转变不是在最近，他的转变可能就是要一阵，他那个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不是最近会发生，所以你们的关系的大转变都不会是在半年1年内哈，所以他这个人要慢慢等一下，好，反倒是你自己最近可能有些小情小爱、小恋爱会产生啦，你可以享受它，但不代表不能经营成比较长久的，它只是起点。燃点比较小，然后你心里那个深刻的感觉，比较不像你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我只能这么说哈。好，这里差不多就这些。来，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窥一下。2张，这我是多翻的了哈。没有讯息就没有讯息。有一个别出心裁的讯息哈。你跟他中间一直有一个共同朋友，都是把你们约在一起的人，所以你们有共同朋友联系。所以这边我只能说他这个人他其实不会离你很远，不离你很远。而且从这里看得出来，当他觉得自己离你太远的时候，他自己会回来，他自己会再出现。所以不用担心他，他就会消失不见了。这样，他其实还有固定频率会出现在你眼前的。他不是，虽然我们说他半年、1年不会有什么大改变，不代表他半年、1年都不会再出现。这边看起来没有，你跟他的距离没有很远哈。然后你们确实还有一些共同，他还是会再出现，只是他还没醒，他还没觉醒。好，我觉得2号牌就这样了哈，大致上就这样。毕竟是找暗恋的人嘛哈，所以他就只能慢慢的期待了。好，来看动物灵卡哈，2张，给你最近生活的提示哦。来，你最近如果想要搬家、换工作、离职、换学校什么，有一些很大的转变的时候，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因为那是一个很强的蜕变时机哈。但是没有说一定要去哦，你要想清楚哦。
这个大决定如果有，它确实会让你有大蜕变哈。你可以感受一下哈，整个能量是往上升的哈。来，再来，但是要认真考虑哦，不要冲动哈。来，再来这边又说了啦，最近会有一些小情小爱、小恋爱了哈，那就去感觉一下啦。这边又说了一次，那就表示真的好像有哈。好了，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这个要期待久一点，但我们还是乐观的期待哈。中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变数，会突然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哈。这个人就是要再慢慢温温的等一下哈。好，那这样2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乐观期待吧。现在来听哦，祝福你们。好哈，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啊，3号牌，好，来，我们一样哈。今天的题目是暗恋你的人哈，我们把它找出来哈，谁在偷偷暗恋你？谁暗恋你很久？来看一下他的关系现在跟你如何哈。那1、2号牌的结果都很不同哈，所以我们来看第3组牌会给出什么样子的路径哈，我们也很好奇。来，我们从这里刷，这张就来这张。我先说，我放在这张牌的时候得到一个很明确的词，叫做他是知心好友还是灵魂伴侣，不确定是哪一个字眼，但是这个人他很理解你的思维，甚至很理解你的潜力，很理解你的天分，他很了解你，他不一定看穿你，但他很知道你是谁。他可能是你认识的人里面数一数二知道你到底是谁的人，甚至他很有可能很常说出一些你想听，可是你自己心里没有的声音。他帮助你认识了你自己非常多次，你觉得他很重要，你的人生里面可能这个都要以年算哦，他不是只是出现一阵子的人，他出现非常久了哦。你知道他很重要在你的人生里面，但是你们没有那么常见，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分享，很大一点的事情，跟你的身边的比较近的朋友聊的东西比较浅的时候，你要聊比较深、比较大的事情，你会找他，但不一定会见面，网络上传讯息就可以。然后能见到当然是不错了哈，但是1年见1次也算蛮多的了哈，因为你们的关系真的不需要很常见面，你们只需要讲到话是重要的这样。当然，如果很常见面也 OK， 但是讲话的内容可能就会碎掉，比较会淡掉这样。他喜欢你非常非常久了，可是他把自己包装成是一个你身边的智者跟开导你的人。他比你早就转换对你的喜欢，这样。为什么说比你早？就是说，应该说你以为的早了哈。你以为他到现在还喜欢你，或是用最初喜欢你的那一种暗恋你的状态跟你相处，其实他很早就换了哈。那未来还有机会吗？有，但是在某一个角度上来说，他的成熟度比你强，所以你有可能还没追上他。如果2个要在一起的话，所以他并不会在现在，即便你发现他喜欢你，他不会在现在接住你，因为他觉得还不到那个时机。我觉得这边看起来他还觉得还不到那个时机，可是他其实，在内心的距离，他离你非常近你知道他离你非常近，这样你可以想一下，他真的蛮重要的。只是因为他把自己包装成另外一个形象，你完全没有察觉，你察觉不到了哈。来，我们来基于这一点非常有趣，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组会有比较多的未来性的发展哈。因为你现在来说，他跟你的距离好像已经僵化，已经固定了，不会再有什么再更近的距离。我觉得这样，那我们会找今天这一组账号牌，我们会找比较未来性的可能性，这样哈。好，好。如果要往未来有没有机会在一起的话，我跟你说，有一颗心一直在引导你们2个往在一起的方向走，有哦。那你说他强吗？我觉得他有点像直觉，他不是一个看到的方向。到了某一种年纪，有可能会在更老一点的时候，
你们会很明确的发现，其实你们两个是可以生活在一起的。然后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发现那种温温淡淡的感觉，是生活里面的爱情。到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就有非常高的几率觉得可以在一起生活哈。只是以现在来说，毕竟是暗恋这个题目嘛，它就不是一个立即性的，因为它的进展比较慢。可是确实，这个人在你旁边游走非常久了哈，你们真的是，即便没有在一起哈，我觉得 soul mate 这个定义完全吻合你们两个。这边已经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灵魂交流，是非常高度契合的，在思考的里面，在爱情的里面都是高级契合的。然后以命运之轮来说，以现在来说，如果你们的故事从认识到最后在一起生活，整个篇章来说，现在已经在一半后面了。就说如果有20个篇章，现在已经在11、12篇章了，这样后面还有很多在走，前面已经走蛮久、蛮多内容了。你们有一起经历过或知道彼此很多的故事，然后都没有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这样，但是也没有激发出爱情这一条路，也没有。但是这个关系就是一直这样走。我跟你说啦，那个暗恋的这个题目哈，我通常不会抓到那种小小的暗恋你的刚出现，然后看到你，然后就暗恋你在你附近，这样像小粉丝那种，我通常不会抓到这个。我通常都会抓到能量比较紧实的、绵密的、长久的啦。所以今天三组牌都有这个概念哈。那这一个可能就是整个时间长河跟紧绷度、连接的那个紧实度是最强的一组，而且心灵的交流是最深的一组。所以这里透露一个很强的讯息，他常常在听你诉说很多心里的事情。而且，就算你之前有恋爱过，他还告诉了你爱情的方针，陪你聊天，陪你谈失恋，陪你谈热恋这些的，他有陪。可是他对你的喜欢，我刚刚说了，他很早就调配到他当你身边的一个智者，而不是干涉你爱情生活的那个人。好，所以你们关系的进程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是可以去的，而且也默默的都在往那里去。但是他那个去的方向不是说最后一定要变成恋人，而是可以走到成为恋人的那个方向去。你懂那意思吗？有走在那个方向，但没有一定要到山顶上拔那个旗帜。好啊，但你会说，那何必走去？没有啊，因为人生千变万化的你不知道你人生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最后你需要拔那一个旗帜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往那里走，你最后你不可能奔驰的去山上拔那旗帜，因为没有那个时间的长河让你走去了啊。来看一下这里，对吧？其他的也翻一下好了，因为我还有一些终点的东西要翻哦。好，好，先说什么时候会在一起？未知，这边已经给答案了，还没有，因为这个路径是边走边看哈。你们两个从一开始认识你们一开始认识就已经是绝对契合的铁三角的牌了啦。这边有看到，就不指给你看了啦哈。你们一开始的爱是爱情的爱哦，一开始是哦，然后只是慢慢转换成智慧的爱、博爱、对世界的爱。你们后面是慢慢转，用理智转的哈。用一种更有远见的看法，更各自自在的独立的看法，把两个人的角色切开，然后变成比较有智慧型的相处、聊天、聊知性的、聊内容的这样子。可其实一开始遇到的时候是爱情的爱哦，只是他很快就把这个感觉扭转掉了，很快速，很快速在初期。你们中间缺了一个东西，所以没有办法立即转到爱情，就是你们两个中间不会发生什么太特别的大事情来转换你们的感情，你们就是慢慢的走到而已哈。你们之间没有，即便发生了大事，也都是在自己的人生里发生，不会影响你们两个。即便两个人各自有大失恋，然后两个人约在一起聊天，也不会促进你们两个下一步要在一起的感情，没有，因为还没到。两个会在一起，都必须要有一种在你们的智慧里面达到一个蛮高的高点的时候，才有谈论要不要在一起的这个题目。好，才有，所以时间还早，这组算时间还早。我先说，你就先把它当成是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哦，
你对他从来没有负评哦，这里有这一点了，你对他没有负评哦，而且你跟任何人只要讲到他的时候，都是非常多金句跟好的内容，好，所以你们的对话跟交流是非常高质感的，哦，你感觉一下哈，那好，确实有星星出来了，可是星星不是往爱情的方向走哦，你们完全是靠两个人相处的经验跟自己人生相处的经验之后，发现知道用一种直觉的方式，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是这样子慢慢走到一个位置里，是走到一个位置里哦。所以从这里其实没有很确定说最后是不是会在一起，跟我一开始讲的一样哦。但现在我觉得比较有很强烈的确定是，你们可能是知心好友，而且等级是蛮高的知心好友，接近 soul mate 的知心好友哦。所以这个人就算未来20-30年，他也不会离开你了，他就是在附近。所以以暗恋你这个格局算小了，哇，暗恋你这个格局还算小，太小了，形容他。好，来，我们来往后面看。接下来看的都可能比较看是现在的未来的趋势发展了哈，看你们两个的关系会怎么走，还有一些能量上的交流，让你察觉到它其实有多重要对你来说。好，来，我跟你说，如果选3号牌的人，你想到是谁，你知道是谁哦，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告诉他，或是去问他说你是不是喜欢我。我跟你说，你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你想到的人，你会发现说，你跟他的关系不是这样子问的。你会发现哈，如果你真的会去问，你真的敢问，很莽撞的问，喝醉的时候假装借酒装疯问，他一定会说是，他不会否认，这就是你们的关系，因为你们很深沉，很坦白。好，他一定会说是，然后他也说，但不是现在。他一定会这样觉得。来，哦，你看吧，整个关系是好的。好，来，好，没有哈，最近不可能，不会说。关系上也是处于一个位置哈，但是一直都在往好的方向走，我们俩关系都在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关系也是不错，但是不在附近，真的不在附近，真的不在附近，你们平常真的没有很常见面哈，来，我跟你说，如果你想得到是谁，你是喜欢他的，你是喜欢他的，只是不是那一种小情小爱的喜欢，但你是喜欢他的，你是还蛮喜欢他的。你如果认真考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你是能找到可以的理由的人哈。现在的状况，你们两个除了有很远的距离跟很强的墙挡住关系，就是一份墙嘛。还有你们现在不太聊对彼此的感觉这件事情，都在聊别人的事情，都在聊自己的事情，比较像是这样子在交流。所以你们两个离要成为恋人跟爱情这一条路跟对话已经很远了，很久没有聊了哈。尤其是你们彼此的感觉问题，这样。你们的关系现在处在一种非常高度理智的讨论，然后分不开，很常讲事情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几乎每个月都有可能讲到话，不会说1到2次啦，就1-2个月有讲到一次话是很正常的，会分享一些东西，而且都是理智的、连接的。你心里知道，你不能永远都不跟他讲话，你心里知道，所以你只要一有东西可以跟他聊天，你就会跟他聊一下，但是频率也没有非常高。然后聊完之后，心里就会有一种充电完都很充足，然后就往自己的人生反方向去做了，然后最后有事情再回头这样。另外，现在能量关系上面是很淡的，但是那一点点东西还是很矜持的哈。好，好吧，整个状况就是这样。然后你们现在的关系也不会有一个更高的提升了，因为现在已经到你们关系的天花板了。然后也没有那个特别的事件会改变你们两个的关系，成为恋人，会往新的方向走。现在都完全没有，现在已经算是最好的一个稳定状况了哈。
都是比较久的哈。那你们两个没有，原来现在你们都很忙，你们的时间很难凑在一起哈。你们自己还有自己的生活圈、自己的朋友圈的时间要忙。当然，你们特别约也是能见面，但我跟你说，你们不住在附近。我再确定一次，你们的交流不是靠身体见面那种，你们没有住得很近哈。他也不常来你去的这个城市去一家，你们看起来是住在不同的城市。你们的交流不是这种一定要见面的交流啦哈。你们彼此知道。好，这也看起来就这样，果然跟第一组牌讲的差不多。来，你们生活上没有很高默契的结合，就是工作上没有互相支援，生活上不是平常会约出来吃饭的，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即便没有，两个人的关系还是逐步的在往上提升，有越来越好。那完全没有互补，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各方面还没有所谓的要不要去证明生活在一起会不会互补这些，我觉得这边都没有，这边都说没有要谈这个东西。反倒是你们心灵上一直保持着很深度的交流，它一直有这个讯息在。你们每一次的对话，就把你们的感情跟关系拉得更紧实，再往未来走，好像就有点像在未来准备。我还是要再提示一下哈，有那个方向，可是没有一定要去山顶上把那个在一起的旗帜拔掉，只是都还是有往那个方向走。所以他这一个有一个保证跟一个保险，就是未来如果你一直单身下去，他一直单身下去，两个人年纪比较大了，然后觉得要有人陪伴的时候，两个都是彼此的好人选友，所以帮你做了一个保险，所以你不用太担心。选到3号牌的朋友，你不用太担心。如果你真的这样身边这个人，你不用太担心，你未来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哈。好，你们现在跟自己的生活都还是有，我只能说你们为什么现在没有在一起？你们为什么最近没有靠很近？因为你们现在还蛮喜欢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承担的。然后你们的关系是分享这些故事，分享这些承担，然后交换心得，然后成为彼此的智者。虽然他成为你的智者的次数比较高，比例也比较重，但是你也有一些回馈，他也喜欢跟你聊天，他觉得你听得进去、听得懂，然后他也会在你这边有学到一些东西。你们没有距离很远，岁数有差一点点，但是没有距离很远。好，来，哦，果然，以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关系是非常非常稳的，无论在任何时空遇到的时候，关系都是非常稳的。只要有意见哈，这关系就不会打破。我刚前面说了嘛，你们的关系就是一直往上加分，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所扣分，就是一直稳稳的这样相处下去，一直在往上。对，这边也是，灵魂上就是。目前以这张牌来看，我只能给一个小结论，就是第一，你们的关系本质上并没有那个意念是要在一起的，它不是走在爱情上的。但是你们的关系往未来的方向走的时候，你就当做是3条路径啊，就像这个是一个大马路，它有3个车道了，一个车道是爱情，一个车道是友情，一个车道是亲情。你们现在都走在这上面，所以也可以走到爱情，可以变换车道的。未来可以在一起，想在一起还是可以在一起的。但是有没有在一起无所谓，因为你们也会像家人，也会像最好的朋友。没有再差那个一定要不要在一起，但是如果要一起生活也是可以，好，因为你们的灵魂契合度上各方面是非常适合一起生活的，土能量很强，跟星座没有关系，跟那些没有关系，本质上就是很契合。好，所以有的时候星座上你会觉得说，我跟这个人相处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星座上都不合，可是相处就很舒服，没有啦，那是因为他有别种能量上的诠释，星座只是其中一个依据，让你会更明确。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说星盘上面终究还是有很合的，然后会强化出来。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会强化出来。好，这个暗恋的人，对你来讲很重要，一直在你身边哈。来，我们再往后面看，我帮你看一下一些定义的问题了。我通常是要找到暗恋的人要告白了哈，但很多时候都找到 soul mate， 只有1号牌是很接近要告白的时间哈。
如果好奇可以去听看看哈。如果你觉得这个跟你能量差远，你可以去看1号牌。好，好，好，这边说哈，你们两个在从认识到现在一直在分享彼此的痛苦跟经验哈，就是在为你们两个人的智慧做成长，所以你们两个都算是一种智慧的营养了。所以你们两个从长时间下来一直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就是在喂养彼此的智慧。所以你们两个为什么一遇到就会非常稳定的成长，是有原因的。哦，有原因的，而且你们还一直都在聊天，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们有感受到那一种成长哦，跟虽然没有很密集，但是每一次间歇性的、随机的都觉得很舒适哈。虽然也不会大聊特聊，可是真的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找这个人聊天。还有一件事，这边有说，你们两个的遇见是预定好的。这边也说，当遇到心里有一个最底的、最深谷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忘记这个人，彼此都不会忘记。一定会去跟这个人聊的。那他会不会跟你聊，我不知道，但是你一定会去跟这个人聊。这个线索很明确了哈，所以我才一开始就跟你讲说，他这个人有把自己设立在是你身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智者，可是他心底其实最早是暗恋你的。好，只是他现在把它转到这个关系才更长久。好，好，我看到这个我就知道了。啊，他说，这两张牌哈，我就不各自解释。这两张牌有在说你们的关系有在往爱情的方向走，但彼此的角色在心里的重要性哈，还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更久的时间去确定他是不是会成为恋人。我只能说这两张牌就是这样说的。好，你自己去体会一下哈。其实再翻下去，他讲的都差不多啦。这主要真的要拉到比较后面了哈，有点像是你未来的一个保障啦。那，我相信3号牌应该很多人已经想到是谁了哈。那如果你没有，没关系啊，那你可以去听听看别组牌1号牌听看。可是，3号牌如果你没有这个朋友，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哦，因为我觉得生活中有一个遇到困难事情能够跟你聊天的智者哈，无论他自己把他伪装成智者，或是包装成你的智者都 OK，但你不要没有这样子的人，哦，然后不要是你的父母，好吗？或哥哥姐姐，要另外一种对你没有任何责任心、责任感的，没有任何羁绊的人，可是他是你的智者，因为他看你的人生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记得要有哈。好，这是题外话，来看一下，我看一下这半年到1年，你们中间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哈？最近你可能，最近他可能会想见你，有一个这样，或是他会来跟你聊天这样哈。那跟讲未来的事情有关系的，好，到了夏天的时候，应该你们的关系会有一个小小特别的改变哈。那这边，因为我刚前面有提到，如果你没有身边没有这一个人的话哈，你可以去拥有一个这个，因为这个讯息出来了嘛，所以这张牌也在说，也许到了暑假的时候，你身边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人，你要敏感的注意一下哈，因为原本没有这个意识，现在有这个意识的时候，这个讯号就出来了。天气热的时候，不要讲暑假哈，因为不知道你是从哪一国听的哈。天气热的时候，夏天的时候，
这一个人也许会浮现出来，有这个小小的讯号。好，来，哦，你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关系有比较远，有比较远哈，有刚开始认识，中间有一段时间有离得比较远，哦，现在好像也是离得比较远的状况哦，现在可能是离得比较远的状况哦，给一些已经想到的或是感觉到的人想一下哈，你们最近比较少说话了哦，是哦，嗯。如果这个都不是，我刚说你们前面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遇见了嘛，哈，那这边说未来不久之后，应该你或他人生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发生，然后会有一些大转变。可是那个时候你们可能会不在彼此身边，然后可能要靠自己一个人面对哈，因为这边有看到一个。你们最近的能量渐渐有比较远了，所以今年或明年你心里要承受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彼此有点太远了。那如果选到3号牌的人，你知道我在讲谁，你也想得到是谁，记得哈，这1、2年如果你心底有很难受的事情，记得要把这一个你都要去跟这个人讲，把你们的关系拉回来，不然他会有越来越远的感觉，尤其在这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会这样哦。好，不要忘记去把它找出来。如果你3号牌的朋友，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你生活真的有这个人，好，记得你心里有难过的事情，先跟他聊，先跟他讲。好，这边的讯息是讲，因为他这边有一个整个你们2个人能量是往下坠的一个状况，这边还没有看到更远的。往下坠，更远的往上去，这边还没有看到，这边都只有显示2段往下坠。我是觉得你们正在疏远中啦，所以我才说，你知道是谁的人，好，这1、2年多跟他讲话，好好，好，我已经做了这个提示了哈。来，我再偷窥一下一些事情，针对这一个，因为这边有一个新的路径出来哈。所谓的这个能量往下坠是什么启示哈？我来看一下，就2张就好了，看他点到什么点。哦，一直不给我洗好，是不告诉我吗？我洗慢一点好了。这张，再一张，这张。其实我也可以翻这一个。好像不行，看这个就好了。确实是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在你们2个之间，可能你跟他之间哈，然后你们的距离有开始越来越远哈，然后感情、感觉、心灵的联系也会越来越淡哈。总之啦，3号牌了，这个是针对3号牌的朋友。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想得到是谁的那些人哈，那些网友朋友，记得从现在开始多跟这个人讲话。哦，你们的联系能量一直在往下掉哦，要把它拉上来，要把它拉上来。好，先讲。那我们来看一下动物灵的牌哈。那我刚刚这样讲，只有想得到的人才感受得到我在说什么哈。如果你没有感受到，不知道说你就没有了哈，因为它这个针对性比较强。来，2张动物灵卡来给最近生活你们一些建议哈。好，到这里好了。哦，好少抽到，好久没抽到这张牌。这里说最近生活里有一些转变跟一些挑战，就去认真去挑战没关系。哦，
当成一个正负能量的转换，给他负能量，吸收负能量，转换正能量出来哈，撑一下就过了哈。再来这边也是，这边是双重力量哈。他告诉你说，你有能耐坚持下去。最近如果有些挫折，有些水逆的感觉，好，它是突发的事情，要你去面对，要去解决啦。你会觉得很杂，很负能量啦。可是这边说不用担心了，你有双重的能量、力量哈。因为这张牌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力量，它又带来了力量牌的力量，所以你要相信你有那个能力可以应付了哈，撑一下就过去了。这边哈，给你一些鼓励。好，那就这样。那3号牌，我整个这样看下来哈。我先说，这是一个你已经创造好、你已经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了。它已经超越了所谓的暗恋哈。你们在人生里面，其实前中后都已经设定好非常重要的角色。前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暗恋你的朋友；中间你们是一个很知心的好朋友；未来甚至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对爱情有点失望或是无感的时候，却还能生活在一起的一个角色哦，所以这个人在你的人生里面拉的时间线比较长哦。那所以3号牌我才说，如果你有知道我一直在说谁的话，你脑袋一直浮现他，然后你跟他关系确实跟今天这个牌讲的非常符合的话，记得从今天开始，最近内在有什么，去多跟他聊天，喜怒哀多跟他聊天哈，把那个距离拉回来，不然你们俩越来越分开哦。好，那就这样哈，3号牌的朋友，那讯息都给你了哈。那我们一起乐观的看下去，乐观的面对人生哈。好，那就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